马克龙就明确反对北约在东京设立联络处，并且回怼了美国，美日的美梦又泡汤了。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近日啊，马克龙在一个论坛上就公开的发表演讲，他明确的反对北约在东京成立联络处，因为这个北约的机制啊，它是所有的成员国必须全部一致同意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办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它是一票否决的。马克龙现在表态意味着法国在这个事情上会反对，因此呢，这件事情看样子就办不成了。那说起来啊，马克龙啊，他反对这个事情的原因啊，他认为是2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说这个是违反北约的宪章的，因为我们北约为什么叫北约嘛？你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嘛，这个北约啊，宪章里规定的是我们这个北大西洋的这个两岸的国家的一种军事同盟和军事互助救济的这么一种组织。那你说，如果是不关我们这个北大西洋地区国家，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些欧美国家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这就是违反了咱们现有的这宪章啊！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拿得出来的、有冠冕堂皇的，你还没法反驳的理由。第二一个呢，马克龙提出的理由啊，这个就是直着就怼着美国去了，因为这个马克龙很清楚嘛，这个北约所有人大家也都清楚，这是明牌了。美国所要把北约扩到这个亚太地区，要设立东京办事处，这就是针对中国去的嘛。所以马克龙这边就说了嘛，说假设说我们北约去介入这亚太问题，介入中国的台湾问题的话，那好了。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中国保持中立，去希望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去斡旋，同时你要求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上的协助呢？你这么干的话，中国要是那么干的话，最倒霉的是谁？那还是我们欧洲啊！那这俄乌冲突就别解决了。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国的态度还是非常的明确的。马克龙的这个表态啊，其实本质上还是一种法俄之间的矛盾，它反映出了北约内部的很多矛盾，也是相当的严重。因为马克龙的这个说法也不光是代表法国一个国家，它还代表着北约其中很多的国家，而法美之间的矛盾又凸显出来了。咱们来看几点啊。这第一，从客观上来说作为北约国家，他要想介入这个亚太问题，介入我们中国的台湾问题那确实是力所不及呀。现在欧洲搞成这个样子，他还有什么能力千里迢迢的跑到亚洲来搞这些事情啊？但是大家不都说了，那不对啊，你看英国加拿大他最近不是又跑到中国这边来搞事儿吗？弄个军舰来走一走嘛。这个呢，全是政治上的一个政治和舆论上的一个做法，从军事上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而且我们注意北约的绝大数国家他并不想这么去做。作为美国和加拿大，那纯粹也就是当一个跟班的，跟着美国来一个狐假虎威，来这边逛一趟而已。第二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到马克龙的这种表态呢，也进一步的突出了就是法国要在北约上去做主，要起关键的作用，要回到戴高乐的时代，他反对美国的一枝独大。作为日本这边其实他这份心思早就安了非常非常的久了，他一直想借北约这个船出海嘛，要搞什么脱亚入欧，这个是日本100多年都没弄清楚这个事儿，现在还要这么搞呢。最终能加入北约和北约建立这个关系之后呢，能使自己的政治地位提升，完成所谓的国家正常化。第二一点，我们还要看到一层，就是日本他一直不敢说出来的，就是他对中国的深深的恐惧，对中国强大之后那种恐惧感他现在呢急于加入北约，加紧和北约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在抓这个救命稻草，这个没有什么用的。日本呢虽然一步一步在推行他这个做法，但是到现在也就这么一个结果了。07年的时候，就是加入北约这个事和北约紧密关系的事，那是当时安倍在07年的时候提出来的，而且日本自己呢在2015年，他就在布鲁塞尔设了一个日本驻北约的联络处。那现在呢，他要进一步的让北约在东京设这么一个联络处，看样子这事儿现在是办不成。美日这个联手的这个美梦现在很明显，反正暂时是泡汤了。北约峰会很快就会召开，是在立陶宛那边开嘛。那么在这个期间，这个事情还会有什么变数没有？日本设立东京办事处这件事情最终的走向会怎么样？这里边肯定还有很多底下的妥协、交易和平衡，而这里边的矛盾到底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